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甜美泡芙小背心，紫色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趋势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背心由主体和配饰组成，先钩织主体，完成后再制作配饰并安装。背心分成多个子码，钩织方法多相同，只是针数和环数不同。往下我以小码为例，演示一下钩织方法。遇到不同位置时再单独说明。先来学习主体的钩织，分为身体、左前片、右前片、后片、肩部缝合、领子、门襟、下摆和袖边。这里的左右是指实际穿着时左右。先钩织身体，然后沿着身体钩织左前片、后片和右前片。首先来学习身体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和短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来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，我们来起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拉紧。下面来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一个辫子表示一针，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这是第二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锁针，一直钩完。需要的针数，我小样起针数较少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3、4、完成后，在最后一针上挑边缘2根线，扣上记号扣做标记。如果没有记号扣时，也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来代替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注意，我这里是小样，所以起针数较少。下面来钩织第一行，第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挑标记的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一个短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。穿入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对应右上方有这样 V 字形的辫子，这个是短针的针目，可以在这一针做好标记。继续在相邻锁针挑上方的半针，再钩一个短针。下面大家就按照在起针的锁针上挑上方的半针，钩织短针的方法，把起针剩余的锁针钩完。
起针的锁针全部钩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我们把第一行正面的纹理当作是整个背心的正面，也就是起针的线头在左手边时的这一面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在第3个锁针上做好标记。这3个锁针算作一针长针，对应上一行的最后一针。因为是往返钩织，所以起立针钩好后需要翻面，翻转织片。从相邻一针开始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长针。注意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长针的钩法是绕线、穿入、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先穿过前2个线圈。现在钩针上还剩下2个线圈，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就钩好了。对应右上方有这样 V 字形状的辫子，这个是长针的针目。继续在相邻针目再钩一个长针，先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穿入，绕线将线钩出，接着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又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。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又一个长针就钩好了。下面就按照挑针目钩长针的方法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的长针挑上一行标记位置钩织。这样第2行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后面往返钩织时都需要翻面。接着挑上一行的针目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后面大家如果能找到对应位置，也可以不用做标记。把这行钩完。最后一针挑上一行起立针钩织，也就是做标记位置。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接着来钩织第4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从相邻一针开始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
勾好后第4行就完成了。来看一下，身体就是一行短针，一行长针，交替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身体对应行数钩完，钩好后补断线，这样身体就讲完了。接着我用小样教大家数行数的方法。从正面，也就是线头在左手边的位置，可以看到单数行，短针纹理比较清晰；双数行是反面，长针纹理比较模糊。直接正反交替数行数即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我这个是钩了6行的小样，这个就是来回往返钩织时数行数的方法。钩织过程中还会遇到线头不够长，需要重新接线的情况。我演示一下接线的方法。取出新线，与之前的线头打一个死结，然后继续钩织即可。线头可以在反面边钩边收进去。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。下面来学习右前片的钩织，接着身体的线头继续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、剪针和中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继续用小样演示。先来钩织第1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对应数量的短针钩好后，接着在相邻一针钩一个引拔针，穿入钩针，将线钩出，然后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拉紧，这样一个引拔针就钩好了。第1行也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先钩一个短针剪针，先在左侧这2个短针分别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先穿入相邻针目，将线钩出，这是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继续穿入相邻短针针目，将线钩出，这是第2个短针的未完成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短针剪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一个中长针，绕线，穿入相邻针目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。接着调针目对应钩长针，把剩余的针目钩完。钩好后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
勾好后，剩余针目不用钩织，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4行，立2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接着在相邻一针钩一个长针，把这个起立针和长针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长针减针，下面依次挑针目，钩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，第4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5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沿着针目钩短针，注意，最后是上一行开始的特殊长针减针，挑长针的针目钩织即可。钩好后，第5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小码一直钩完第16行，中码钩完第18行，大码钩完第22行。用到的针法之前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对应行数都钩好后，接着来钩织下一行。我小码这里是钩织第17行，这里钩之前需要先渡线，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将正在钩织的线团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然后从上一行倒数第2个长针将线钩出，渡线稍微松一点，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，第17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右前片剩余的行数钩完，后面遇到需要渡线时，都按照同样的方法即可。右前片全部钩好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这样右前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后片，每个码对照图纸，在右前片第1行，最后的引拔针间隔对应针数接线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、3针并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继续用小码演示，将织片的正面对着自己。我小码间隔9针，在第10针接线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对照图纸，
从相邻一针开始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钩的时候收好线头，钩好后相邻一针再钩一个引拔针，拉紧，这样后片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把第2到3行也钩好。钩好后来钩织第4行，开始先钩一个特殊的长针减针，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长针。钩好后，最后钩一个长针减针，先在左侧这2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减针就完成了，第4行也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一直钩完分左右钩织的部分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小马这里接着之前的线头钩织第20行，先立3个手针起立，翻面，先钩织对应数量的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3针并羽针，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3针并羽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把剩余的行数钩完。左侧这里全部钩好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钩好后，对照图纸，间隔对应针数重新接线，钩织右侧。先立2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相邻2针钩一个长针减针，把这个起立针和长针减针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长针3针并羽针，接着把对应长针钩完。钩好后，第20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右侧的行数钩完。后面遇到特殊的长针3针并羽针时，挑长针减针的针目钩织即可。全部钩好后，也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后片就讲完了。后片钩好后，最后来钩织左前片，在后片第1行最后一针的引拔针，间隔对应针数接线。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纸
自行将其完成即可。这样左前片也讲完了。前后片多勾好后，用预留的线头将肩部缝好。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先缝合右前片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右前片的正面与后片的正面相对，然后调针目卷针缝合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大家可以多打几个结。这样右前片和后片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左前片与后片也缝合好。注意缝合时将织片正面相对，然后再缝合。这样前后片的肩部缝合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领子的钩织，沿着前后片领口对应位置挑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加针、短针加针和中长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织片的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从右前片接线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。小码从第16行最后一针接线，其他码参考图纸位置接线。这一行侧边是短针减针，挑侧边的1到2根线接线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接线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短针减针针目再钩一个短针。接着对照图纸，挑中长针和长针的针目分别钩一个短针。大码这里需要挑整个中长针钩一个短针，这里我用小码演示，在针目上钩织。钩好后，下一行短针针目钩一针，下一行又是短针减针，挑侧边和针目钩织。后面继续对照图纸，挑对应位置入针钩短针。遇到度线时，将度线包裹一下。遇到长针时，就挑整个长针钩织。
接着是最后一行短针侧边挑1到2根线钩织，往下到了缝合位置挑大致1到2根线钩织，下面到了后片位置，先是挑短针侧边钩织，然后是起立针，就挑整个起立针钩织，对到图纸把这一侧钩完。钩好后，沿着后片针目钩织，后片这里还需要钩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，继续沿着针目钩短针。钩好后，到了另一侧，先是长针3针并引针，这里挑长针的未完成针钩织即可。继续把这一侧钩完。钩好后，这里也挑缝合位置钩1针，下面对照图纸，把前片另一侧也钩好。领子第一行的入针位置，大家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大致入针，只要钩好后这片平整，且针数与图纸一致即可。钩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翻面，然后沿着针目钩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完成后，第二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长针。我小码这里钩3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，1、2，这样一个长针加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8个长针，然后再钩一个长针加针。下面继续按照图纸的规律把这一行钩完。
最后的长针数量参考图纸钩织，完成后第3行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继续按照图纸的规律，一直钩完第6行，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。下面来钩织第7行，立2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在上一行最后一针钩一个中长针，把这个起立针和中长针看作是一个特殊的中长针加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，然后间隔一针，相连一针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，1、2，这样一个中长针加针就钩好了。再钩一个锁针，间隔一针钩一个中长针加针。下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在上一行起立针钩一个中长针，这样第7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8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这个锁针洞里钩一个长针，接着在相连锁针洞里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针。下面就按照在锁针洞里钩织对应的针法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是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上一行起立针上钩一个长针，预留一点线头端线。这样第8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9行，先在上一行第一个锁针洞里接线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在相连锁针洞里钩7个长针，长针之间钩一个锁针，钩好后再钩2个锁针，间隔一个锁针洞，在相连锁针洞钩一个短针和2个锁针，再间隔一个锁针洞，在相连锁针洞里钩7个长针，之间钩一个锁针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短针在上一行的锁针洞里钩，这样第9行就完成了，预留一点线头端线长线。
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这样领子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门襟的钩织，先沿着这3条边钩织，然后再分别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织第1行，将织片正面对着自己。我小码这里在第15行接线，其他码参考图纸位置接线。侧边是短针，挑1到2根线，入针将线钩出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。接着是长针起立针，挑整个起立针钩2个短针。下一行是短针侧边，挑1到2根线钩织。下面就按照长针起立针就挑起立针钩织，短针侧边挑侧边1到2根线钩织，把这一侧钩完。钩好后，到了起针位置，边缘的这个锁针钩2针，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织，也就是第1行最后一个短针的同一入针位置。钩好后，相连锁针也挑剩余的2根线钩一个短针。继续挑起针剩余的2根线钩短针。到了另一侧，边缘锁针同样是钩2个短针。接着到了另一侧侧边，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，只是这里挑短针侧边和长针侧边。钩好后，预留线头断线。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先钩织右门襟，从边缘的锁针洞里钩织的第2个短针上接线。然后先立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对到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我小码这里钩3个短针。接着来钩织扣眼，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间隔相应针数，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注意，每个尺码扣眼之间间隔的短针数不同，对照图纸钩织。
钩好后，再钩织一个扣眼，也就是钩3个锁针，然后间隔相应针数。下面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及规律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先沿着针目钩短针，遇到锁针洞时，在这里钩3个短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，第3行就完成了。第4行一一对应钩织即可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全部钩好后，预留线头断线长线，这样右门襟就讲完了。钩好后，把左门襟也钩好。左门襟不需要钩织扣眼，在第1行第1针接线，然后对照图纸往返钩织即可。钩好后也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，这样左门襟也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下摆，沿着左右门襟及下方这一侧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织第1行，将起针位置朝上，然后沿着左门襟，从最后一行最后一针挑侧边1到2根线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对照图纸，先沿着侧边钩短针，然后沿着针目钩短针，到了右门襟，同样挑侧边钩短针，钩好后，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第2行也钩好。钩好后，来钩织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3个锁针，然后间隔一个短针，再相邻一针，再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。这里不用间隔，再相邻一针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间隔一针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。下面大家继续间隔一针钩一个短针，短针之间钩3个锁针的方法，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好后，预留线头断线长线。这样下摆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绣边的钩织，这里我用成品讲解一下，沿着绣洞位置调针钩织，
调针的方法和前面相同，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对到图纸钩织即可。这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的方式调针，只要钩好后平整即可。这样袖边也讲完了，到这里主体也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配饰的钩织，由口袋、花束、花朵和扣子组成，先分别钩织，然后再缝合到对应位置。首先来学习口袋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1针，放3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13针，起针完成后，来钩织第1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。接着挑倒数第4个锁针，钩一个长针，然后相连2针也分别钩一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减针。先在左侧2个锁针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依次穿过，接着钩一个长针3针并引针，左侧3个锁针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依次穿过，接着再钩一个长针减针，2个长针，接着在剩余的这个锁针上钩7个长针，钩好后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另一侧，先依次钩4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加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长针。钩好后再钩一个长针加针，接着依次钩4个长针，最后在开始长针入针位置再钩5个长针。
钩好后调起立针，第3个锁针上方的2根线，钩引拔针，拉紧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先立3个锁针，接着在相连一针钩一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减针，接着在左侧3针钩一个长针3针并引针，下面继续对照图纸的针法顺序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个长针加针钩好后，在上一圈引拔的同一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，钩好后与起立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的针法顺序，一直钩完倒数第2圈，钩好后预留约5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下面来钩织最后一圈，对照图纸，在长针3针并引针上接线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间隔一针，钩一个引拔针。这里的引拔针是椭圆形，表示不用拉紧。再钩2个锁针，间隔一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注意不用拉紧。下面继续按照间隔一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之间钩2个锁针的方法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2个锁针钩好后，预留约10厘米线头断线，把线头穿入缝针进行收针，从开始接线位置的辫子穿过，再从线头所在位置穿入，稍微拉紧，接着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把开始的线头也藏好，这样最后一圈就完成了。接着来钩织引拔针辫子，沿着第2圈的针目钩织，取出最后一圈同色线。先在第2圈引拔的同一位置接线，然后沿着针目依次钩不拉紧的引拔针，
最后一个引拔针钩好后，预留约10厘米线头断线，进行收针。将线头从第一个辫子中穿过，然后再从线头所在位置穿出，稍微拉紧。最后将线头在反面藏好，另一根线头也藏好，这样引拔针辫子就钩好了，口袋的钩织也就完成了。可以看到大致形成一个爱心的形状。接着将口袋缝到身体右侧偏边缘一点的位置，下方大致与第4圈对齐，爱心正着摆放。缝合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摆放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注意，缝合时上方居中位置大致预留9厘米，不需要缝合。缝合前可以用胶扣先将口袋临时固定好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。先将线头带到一边缝合位置，然后沿着倒数第2圈缝合。缝合时调反面表面的线圈与身体缝合，缝的时候边缝边调整，不要缝歪了。全部缝好后，将线头在口袋里打结藏好。这样口袋就缝好了。接着在口袋大致居中偏上方的位置粘上蝴蝶结，这里用胶棒粘贴。如果家里有胶枪，可以将胶棒插入胶枪预热后使用，如果没有胶枪，用打火机的内焰燃烧后粘贴。这样蝴蝶结就粘好了，到这里口袋也就全部完成了。下面来学习花束的制作，由叶子和花朵组成，先分别钩织，然后再组装起来。先来学习叶子的钩织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9针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从倒数第2个锁针先依次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5个长针，
和一个中长针。接着在剩余的这个锁针上钩3个短针，钩好后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另一侧钩织，对照图纸钩织与刚刚一侧对称的针法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好后，与开始的短针引拔，拉紧，然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片叶子就钩好了，下面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片叶子，这样叶子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花朵，有相同的3个，都是由主体和花心组成。先来钩织主体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来钩织第1圈，在起针的大洞里钩10个短针，钩好后拉紧线头，与第1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个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，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接着在相邻一针也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相邻一针钩一个引拔针，来看一下，把刚刚钩好的部分看作是一个花瓣，接着来钩织第2个花瓣，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，现在这2针分别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相邻一针再钩一个引拔针，
这样又一个花瓣就完成了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把剩余的花瓣也勾好。最后的引拔针在上一圈引拔的同一位置钩织，然后预留约20厘米线头断线。整理一下。这样一个主体就勾好了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主体。钩好后，接着来钩织花心，也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线针法有长针5针的造型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钩一个锁针，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第一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5针的造型针，先钩5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5针的造型针就钩好了。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最后预留约20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花心就钩好了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花心。花朵全部钩好后，接着来组装。先在身体打至第6行，居中位置出针绣3条线段作为花杆，中间这一条上方打至到第22行，两边的2条打至到第19行。注意，出针在同一位置，上方位置3条线段，间隔大约5针。下面演示一下花杆的绣制，这里花杆的绣制及长度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。剪约35厘米对应颜色的线穿入缝针，先在衣服反面固定好线头。然后在身体第6行出针，这里我先绣至中间一条，从第22行入针，接着间隔5针，从第19行出针，
然后下方同一位置入针，接着在右侧对称的位置出针，再从下方同一位置入针，最后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这样花杆就绣好了。接着来缝合花朵，缝到花杆上方，然后在花瓣上缝上花心。这里的颜色搭配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搭配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先将花瓣缝到花杆上，只沿着第一圈位置缝合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接着将花心缝到花朵上，缝好后也在反面打结藏好。这样一个花朵就组装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其余的花朵也组装好即可。这样花朵的缝合就讲完了。接着来缝合叶子，叶子结束位置大致在第12行，具体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缝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叶子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把叶子放在对应位置，可以将这个线段固定一下。然后沿着叶子一圈缝合，
缝好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片叶子就缝好了，另一片大家在对称的位置将它缝好即可。这样叶子的缝合就讲完了，到这里花束组装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花朵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线针法有长长针，下面即可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来钩织第一圈，先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，钩好后收好线圈，然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在引拔同一位置接线，然后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长针，钩的时候收好线头，先来钩第一个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，1、2、3，这样一个长长针就钩好了。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，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。这样一个长长针就钩好了，然后再钩3个锁针，接着在相邻一针钩一个引拔针，来看一下，把刚刚钩好的针法当作是一个花瓣，接着来钩第2个花瓣，先钩3个锁针，在这个引拔的同一位置钩2个长长针，钩好后钩3个锁针，在相邻一针再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第2个花瓣就钩好了。下面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把剩余的花瓣钩完。最后一个引拔针在上一圈引拔的同一位置钩织，钩好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一个花朵就钩好了。然后对照图纸里的配色，再钩一个花朵，这样花朵的钩织就讲完了。接着将花朵缝到领子两边，
大致居中位置。缝合的方法和花束的花瓣缝合方法相同，下面大家也自行将它缝好即可。缝好后，在花朵第一圈分别粘上一颗珍珠，粘贴时将珍珠的2个孔朝两边。粘贴的方法和蝴蝶结相同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粘好即可。这样花朵就讲完了。最后来缝合扣子，在扣眼对应位置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20厘米门襟同色线，在扣眼对应位置固定好线头。然后缝合扣子。可以多缝2针固定。缝好后，在门襟固定好线头即可。这样一个扣子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其余的扣子也缝好即可，这样扣子也就讲完了。到这里配饰就全部讲完了，这款背心也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